你有没有想过，世上最残忍的事，有时不是袖手旁观，而是你热心的伸出手？我知道这话听着刺耳，甚至有点反人性。从小到大，我们被教导要乐于助人，要雪中送炭，要对家人朋友两肋插刀。今天我必须告诉你一个1000年前的智者早已看透的真相，这个真相可能会颠覆你对善良的所有认知。在一部古老的经典中，一位大菩萨曾向觉者请教，他说，我看这世间的众生起心动念多半都在造业，偶尔做点善事得了好处，却很快退失最初那点善心，而一旦碰到不好的因缘，恶念就会一点一点不断增加。你听懂了吗？他揭示了一个我们平时根本不愿面对的事实，人的习性真的很难改变。你帮他1次，他觉得理所当然；帮他2次，他开始期待；帮他3次，他就会彻底依赖。帮到后来，你一旦停下来，你反而成了那个坏人。更可怕的是，你的帮忙可能正在阻挡他该走的路、该受的教训、该偿还的因果。一位大彻大悟的祖师曾说得非常直白，迷的时候老师来一老一倒，但开悟这件事永远只能靠自己。老师能够指给你月亮在哪里，但是抬头看月亮这个动作必须你自己来完成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大觉者拥有无边的智慧与能力，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，你们不用修了，我把你们都拉到彼岸去。不是他做不到，是他太清楚，这种被硬拉过去的解脱根本不是真正的解脱。就像一只蝴蝶在茧中挣扎，你好心帮它把茧剪开，它反而会因为翅膀没有经过挤压的锻炼而飞不起来，最后死掉。你的善意成了它的催命符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就是那些绝对不能帮的忙。这几种忙，不管你现在是富甲一方还是身无分文，都千万不能去帮。哪怕对方是你的亲生父母，是你的血脉骨肉，是你这辈子最爱的人，也绝对不能帮。因为你一帮就是在害他，你一帮就是在种下未来更大灾难的种子。你一帮表面上是在当好人，实际上是在和因果对着干，而因果从来不会输。我讲这些绝不是要你变得冷血无情，恰恰相反，我要给你的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慈悲。有智慧的慈悲，在古老的智慧传承里，慈悲从来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概念，它永远和智慧绑定在一起。没有智慧的慈悲叫做烂慈悲，这种烂慈悲不但救不了人，还会把自己也拖下水。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里有句话说得好，各位觉者以大悲心观察众生，却以大智慧去度脱众生。你看到了吗？大悲心是用来观察的，而大智慧才是用来度脱的。光有悲心能看见苦难，但要真正帮到人，必须靠智慧来判断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。今天这一集的内容，我相信会触动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些情景，你一定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那种以为自己做了对的事情，结果却事与愿违的痛苦和困惑。我懂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古代的故事，故事里没有留下具体的姓名，只有一位曾经富甲一方的大商人，他的经历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无数人正在犯的错误。这位商人住在一座繁华的大城里，他家财万贯，良田千顷，祖父是前朝的官员，父亲继承了家业，又翻了几倍，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巨富。但他和其他富商不太一样，他没有那种暴发户的傲气，反而出了名的乐善好施。城里哪座桥坏了，他出钱修；哪间庙宇年久失修，他掏银子重建。每逢灾年，他的粮仓总是最先打开的。那一个街坊邻居提起他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，都说这位老爷是真正的大善人，这辈子积了那么多功德，下辈子肯定是要当神仙的。他自己也这么觉得。他常常在佛前烧香，心想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，只有别人对不起我的份，老天一定会保佑我，保佑我的家人。可是事情开始起变化了。先是他的弟弟，这个弟弟从小就不爱读书，不爱做事，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商人心软，想着一奶同胞的兄弟能帮，就帮弟弟赌博。输了钱他帮忙，还弟弟在外面惹了事，他拿银子去摆平，弟弟看上了哪家姑娘，他出面去说媒送聘礼，帮着帮着他就渐渐发现不对劲了。弟弟的胃口越来越大，要求越来越过分，而且态度也变了。以前还会说声谢谢，后来连谢都懒得说，仿佛哥哥帮他天经地义，不帮反而是哥哥的错。有一次，弟弟在赌场输了整整320两银子，那可是一户中等人家一辈子的积蓄。他大半夜跑来找哥哥，不是求他，是质问他，你那么有钱，这点小钱都不肯帮我吗？你还是不是我亲哥哥？商人心里难受极了，但还是帮他还了。他安慰自己血浓于水，他毕竟是我弟弟，年纪还轻，等他吃够了亏，自然就会改的。
可是弟弟不但没有改，反而越来越变本加厉，因为他心底知道，无论他闯多大的祸，哥哥都会兜着商人的烦恼还不止这一桩。他的儿子眼看着也长歪了，这孩子从小聪明，读书一目十行，作文出口成章。商人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，花重金请了城里最好的先生来教他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儿子交了一群纨绔子弟做朋友，开始流连青楼酒肆，学业荒废不说，还惹了大麻烦。那一年的族试儿子为了让一个和他称兄道弟的朋友能够上榜，竟然去贿赂考官，事情败露，考官被革职查办，他的朋友下了大狱，而他的儿子因为是主谋，罪责最重，按律当斩。商人得知消息，犹如五雷轰顶，他连夜赶往京城，动用了所有的关系，散尽了将近一半的家财，终于买通了上上下下的官员，把儿子的死罪改成了流放3年。儿子被押往边疆的那天，商人看着他瘦削的背影，泪流满面。他心想，都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好，平时对他太严格了，所以他才会叛逆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要对他更好一些，什么都依着他。你听出问题来了吗？他把儿子犯下的弥天大罪归咎于自己太严格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，正是自己一次次的兜底，一次次的善后，让儿子从小就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有父亲在后面撑着，天塌下来有父亲顶着，这种有恃无恐才是儿子敢于以身试法的根本原因。而他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，他的老母亲病了。太医诊断之后，神情凝重地把他叫到一边，告诉他实情。老夫人得的是消渴之症，也就是现在说的糖尿病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病是无药可医的，只能靠调养，拖一天是一天。太医嘱咐说，最重要的是让老人家保持心情愉快，千万不能让他操心着急，否则病情会恶化得更快。商人一听，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对母亲隐瞒病情，也不让家里任何人告诉他。他对母亲说，太医讲了，娘，您的身子骨硬朗着呢，就是有些虚，好好补一补就没事了。老夫人信以为真，每天乐呵呵地养病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她的身体正在一点一点被掏空。更糟糕的是，老夫人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，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吃甜食。每次家里做了糖糕，她都要吃好几块。商人的妻子想要阻止商人，反而责备他，娘好不容易开心一次，你就让他吃吧，他喜欢就好。他以为自己在孝顺，在让母亲快乐，殊不知每一块糖糕都在加速母亲的死亡。3年后，老夫人的病情急转直下，临终前她终于知道了真相。她躺在床上枯瘦如柴，看着跪在床前痛哭的儿子，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话，儿啊，你害了娘。这句话像一把刀插进了他的心里。母亲走后，他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做的一切。我明明是在帮忙，我明明是出于好心，为什么到头来所有人都越来越糟，包括我自己。他的弟弟因为常年赌博挥霍无度，欠下了一屁股债，债主找上门来，差点把他的商号也给连累了。他忍痛和弟弟断绝了来往，从此形同陌路。他的儿子从流放地回来之后，非但没有改过自新，反而比以前更加放浪形骸。儿子知道父亲为了救他花了多少钱，不但不心存感激，反而觉得理所当然。谁让你是我爹呢？我是你儿子，你不救我救谁？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，命运给他安排了一场转机。那一年秋天，一位云游的禅师来到城外的古寺挂单。这位禅师据说是南方某座深山古刹的住持，云游四方，度化有缘人。商人听说之后心想，我这辈子建了那么多庙，布施了那么多香火钱，却从来没有真正亲近过哪位高僧。如今心里有这么多苦闷，不如去向禅师请教。于是他备了一份厚礼，来到古寺求见。禅师并没有住在正殿的禅房里，而是在寺后的一片竹林中搭了一个简陋的草棚。他找到禅师的时候，禅师正在劈柴，60多岁的老人，布衣芒鞋，须发皆白，动作却利落得很。商人恭恭敬敬的行礼，说明来意。禅师放下斧头，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，你不用说了，你的苦写在脸上。商人一愣，随即叹了口气。禅师慧眼，我这些年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明明是在帮人，最后却害了人，明明是在行善，最后却招来恶果，我实在是想不通。禅师没有直接回答他，而是指着地上的那堆木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，你看这些柴是不是都是我刚才劈好的？商人点头说是。那你说我劈柴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斧头都要用力？自然是要用力的。那如果我不用力，而是让人代替我挥斧头，那些柴还是我劈的吗？商人想了想说，那就不是禅师劈的了，是帮您的那个人劈的。禅师微微一笑，你听懂了吗？商人愣住了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禅师继续说道，
这天底下的事情很多，看起来是帮忙，其实是在夺功。什么叫夺功？就是把本该属于别人的历练抢过来替他做了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其实你在害他，因为那份力气、那份经验、那份成长本来应该是他的，你替他做了，他就永远得不到了。商人若有所思，但还是有些不甘心。可是禅师，他们是我的至亲骨肉啊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受苦，我怎么忍心袖手旁观？禅师叹了一口气，我给你讲3个故事，你仔细听好。第一个故事，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河，河水湍急，河这边住着一只乌龟，河对岸住着一只蝎子。有一天，蝎子想过河，但它不会游泳。他看见乌龟在晒太阳，就爬过去恳求道：乌龟大哥，你能不能背我过河？我在对岸有急事。乌龟看了看蝎子尾巴上的毒刺，摇摇头说：你当我傻吗？我背你过河，你半路蛰我一下，我不就没命了？蝎子赌咒发誓说：我怎么会蛰你呢？我蛰了你，你沉下去我也活不成，岂不是同归于尽？我又不傻。乌龟想想也有道理，于是答应了蝎子，爬到乌龟的背上，乌龟驮着它往河对岸游去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眼看着对岸越来越近，只剩最后一小段距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蝎子突然扬起尾巴，狠狠地蛰了乌龟一下。乌龟痛苦万分，身体开始下沉。它用最后的力气回头问蝎子：为什么你明明答应不蛰我的？这样我们2个都要死在这里啊！蝎子看着慢慢上涌的河水，面无表情地说：我也没办法，这是我的本性。故事讲到这里，禅师停了下来，看着商人。商人的脸色变了，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，那不就是一只蝎子吗？他明明知道自己在伤害哥哥，但是他控制不住，因为贪婪、懒惰、不负责任已经成了他的本性。而自己呢，不就是那只天真的乌龟吗？一次次相信对方会改，一次次背着，最后还要和对方一起沉入河底。禅师说，有些人你帮不了他，不是你不够善良，不是你没有能力，而是他的本性已经定了型。越帮他，他越觉得理所当然，你越付出，他越变本加厉，到最后不是他害了你，就是你和他一起沉沦。商人迟疑地问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堕落，不管他吗？禅师摇头，管，但不是这种管法。真正的慈悲不是替他承受后果，而是让他学会承担自己的选择。该摔的跤让他摔，该碰的壁让他碰。你唯一能做的是在他真心想改的时候拉他一把，但是怎么判断他是不是真心想改呢？很简单，看他跌倒之后是怪别人还是反省自己。怪别人的永远不会改，反省自己的才有救。商人默然不语，他知道自己的弟弟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，每次出事都是怪运气不好，怪朋友不够义气，怪哥哥帮得不够及时。这样的人帮一辈子也是白帮。禅师继续讲第2个故事。从前有座山上的寺院里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禅师和他的一群弟子。老禅师修行了50年，已经是那一宗的一代祖师，门下弟子成百上千。弟子里面有一个年轻人，天资聪颖，是老禅师最看重的衣钵传人。但是这个弟子有一个大毛病懒，他悟性极高，别人参悟3年的公案，他1个月就能参透。可正因为太聪明，他反而不愿意下苦功夫，总想着走捷径。有一天，寺院里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，所有弟子都需要受戒。受戒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，需要提前7天断食沐浴，每天磕1000个大头，虔诚忏悔往昔所造的一切恶业。这个弟子嫌麻烦，他跑去找师父撒娇，说：师父，您修行这么高，功德这么大，能不能替我受戒，就当是您给我的加持。老禅师叹了一口气，他实在太喜欢这个弟子了，又担心他吃不了那些苦，竟然心软答应了。于是老禅师替弟子完成了受戒前的所有仪式。在法会上，弟子只是走了个过场，就领了戒牒。法会结束后的第3天夜里，老禅师在禅房里突然倒下，口吐鲜血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临终前，他把弟子叫到床前，说了一句话：为师这辈子功德圆满，本可以安然逝迹，但是3天前，为师替你受戒，把你应该承受的业揽到了自己身上，你的业太重，为师扛不住了。老禅师走后，弟子悔恨交加，可是来不及了，他后半辈子都在忏悔这件事，但那份因为懒惰而欠下的债，终究还是要他自己还。师父替他扛了一时，扛不了一世。故事讲完，禅师静静地看着商人，商人的眼眶湿润了，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。当年儿子犯下那样的重罪，按律当斩，是自己散尽家财把他救了出来。可是那份因果真的消失了吗？还是说只是被自己暂时压下去了？迟早有一天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。禅师说，你以为你救了你儿子的命，其实你只是推迟了他应该受的报应，
而且因为他没有在那次事件中真正受到教训，他的恶习会继续膨胀，将来酿成更大的祸患。这世上有一种帮忙叫做代人受业，你以为你是在帮他，其实你是在害他，同时也是在害自己。因果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善意就消失，它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商人颤声问道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难道当时就眼睁睁看着我儿子被处斩吗？禅师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如果他死了，那是他的因果到了头，来世可以轻装上阵，但是你把他救了，他的因果没有了结，反而会祸延子孙。你想救他，但你救的是他这辈子，你毁的是他下辈子，甚至是他儿女的命运。你要记住，自作自受这4个字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，自己造的孽只能自己受，别人帮着受不是善是逆天。商人听得心惊肉跳，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。禅师看出他心里的动摇，接着讲了第3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，国王和王后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太子，因为是独子，王后对太子溺爱到了极点。太子小时候跌倒了，王后不让他自己爬起来，而是命令宫女把他抱起来，然后杖责那块让太子跌倒的地面石板。太子学习读书稍微觉得辛苦，王后就把老师换掉，说是老师教的不好。太子长大后和大臣发生冲突，不管是非对错，王后都偏袒太子，把大臣贬去边疆。太子成年后，王后做了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她替太子选了太子妃，但是太子不喜欢，于是王后做主把太子妃退了，换了一个太子喜欢的。后来那个太子喜欢的，太子又不喜欢了，王后再换，前前后后换了7个太子妃，朝野上下无不议论纷纷。老国王实在看不下去，好几次想要管教太子，都被王后拦住了。王后哭着说，陛下，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啊，我们不疼他，谁疼他？他还小，等他长大就好了。可是太子没有长大，他30岁的时候还是像个小孩一样，遇到任何事情都找母后解决。他不会处理政务，不会带兵打仗，不会和大臣沟通，因为这些事情从来都有人替他做好。老国王驾崩后，太子登基，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不知道怎么治理一个国家了。他任人唯亲，把朝政交给外戚和小人，他滥用名利，为了修建宫殿不惜搜刮百姓，他昏聩无能，面对外敌入侵只知道逃跑。3年后，这个国家被邻国吞并，太子被俘虏后沦为奴隶，最后凄惨地死在异国他乡。而那位一辈子都在保护儿子的王后，也被敌军所掳，受尽屈辱而亡。禅师讲完这个故事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王后爱她的儿子吗？爱，比天下所有的母亲都爱。但正是这份爱毁了他的儿子，毁了整个国家，也毁了他自己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帮错了忙。他帮儿子挡住了所有的风雨，却也挡住了他成长的机会。他帮儿子解决了所有的麻烦，却也剥夺了他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他以为自己在铺路，其实是在挖坑。他替儿子走的每一步路，都是儿子将来要加倍还的债。真正的爱不是替孩子扫清一切障碍，而是教会他如何跨越障碍。真正的帮忙不是替人承担后果，而是陪伴他面对后果。3个故事讲完，商人跪在地上，久久无法起身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些年来他以为自己在做善事，在帮助家人，在积累功德，殊不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帮倒忙。他帮弟弟还赌债，是在纵容弟弟继续赌博；他帮儿子摆平官司，是在告诉儿子犯了错不需要付出代价；他帮母亲隐瞒病情，是在剥夺母亲自主选择的权利。他把帮忙当成了爱，把包办当成了关心，把纵容当成了善良。他以为自己是在渡人，其实是在害人；他以为自己是在行善，其实是在造孽。禅师扶起了他，说了最后一番话，你今天能够想通这些，已经是极大的福报了。从今往后记住3件事。第一，因果不可代，每个人的业只能自己消，别人帮不了。你能做的是在旁边陪着他，提醒他，引导他，但那份苦必须他自己吃。第二，慈悲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慈悲是烂慈悲，不但救不了人，还会把自己也拖下水。帮忙之前先想想，这个忙帮了之后，他会变得更强还是更弱？会让他成长还是让他依赖？第三，放下才是真爱。你越是抓住不放，越是想要控制一切，对方就越不可能真正独立。有时候袖手旁观比出手相帮更需要勇气，也更是真正的爱。商人磕了3个响头，谢过禅师的教诲，回到了家中。从此以后他变了。弟弟再次借钱时，他果断拒绝，直言过往的纵容反而害了他，从此要求他自力更生。弟弟起初愤怒大闹，但在失去依靠后，反而戒掉恶习，靠自己的双手走上正道。几年后，弟弟诚恳道歉，终于明白哥哥的拒绝才是真正的良善。
对于流放归来的儿子，他同样不再溺爱，而是让他从商号底层做起，在艰辛中磨练意志。儿子从最初的叫苦连天，到最后脱胎换骨，不仅精通经商，更学会了责任与担当。晚年的他将家产捐出，在城外创办书院，收留并教导孤儿。他不再单纯供养，而是传授谋生之计与做人之道。他常告诫孩子们，路要自己走，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，因为命只有靠自己才能救。这些话正是当年禅师传授给他的真谛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已经有了一些答案，但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些古老智慧背后更深层的原理。因果究竟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因果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当然没有错，但只是最浅显的一层。真正的因果是一种能量的循环和平衡。你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就会产生一个能量波，这个波会往外扩散，触碰到其他的人和事，然后反弹回来，回到你身上。这就是因果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不是谁在惩罚你，而是能量守恒的必然结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你替别人承担后果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其实是把本来应该回到他身上的能量波强行拉到了自己身上。短时间内他好像轻松了，但是那个能量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改变了方向。而因为能量被你干扰了，它变得更加混乱，更加难以预测，最后可能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老禅师替弟子受戒之后会突然倒下，那份业的能量太重，本来应该由弟子在漫长的修行中慢慢消化，结果一下子全压在了老禅师身上，他的身体承受不住。这也是为什么王后一辈子替太子挡风遮雨，太子却在最后落得那么惨的下场。他欠了太多没有承担的账，这些账迟早是要还的，而且会加上利息。所以当我们说这几种忙不能帮的时候，不是在教你冷血无情，而是在告诉你一个宇宙的基本法则，每个人的因果只能自己了，你帮不了，也不应该帮。一部极其透彻的经典里面有一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有生就有灭，有聚就有散。你以为你能够改变别人的命运，其实你只是在梦中添了一个幻影，那个幻影消散之后，该来的还是会来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袖手旁观，见死不救。智慧的教导在于中道，不是一味的帮，也不是一味的不帮，而是要看清楚什么情况下该帮，什么情况下不该帮。帮忙之前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忙帮了之后，他会变强还是变弱？如果你帮了这个忙，他能够学到东西，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可以自己处理，那这个忙可以帮。如果你帮了之后，他什么都没学到，下次还是得靠你，那这个忙就不应该帮。简单来说，帮人要帮他成长，不是帮他逃避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件事应该由谁来完成？有些事情本来就是他自己应该做的，他不想做或者觉得麻烦就想让你来做。如果你帮了你，就是在替他活，他的人生课题永远也学不会。比如说孩子的作业应该由孩子自己做，你帮他做了，他成绩是好看了，但他什么都没学到，等到考试的时候还是要现原形。第3个问题，我帮忙的动机是出于智慧还是情感？很多时候我们帮忙不是因为真的对对方好，而是因为自己心里过不去那个坎，看着家人受苦，自己心里难受，为了让自己好过，于是出手帮忙。但这种帮忙出发点是自己，不是对方。真正的智慧型帮助是冷静地评估什么对对方最有利，哪怕那个选择会让自己心里难受，也要坚持去做。说完了判断标准，我再来讲一讲，当你决定不帮的时候，怎么和对方沟通才能不伤害感情。很多人最大的顾虑就是这个道理，我都懂，但是开不了那个口，尤其是面对至亲骨肉，说一句不真的太难了。这里有一个技巧，叫做3明治沟通法。第一层面包是肯定和理解，先让对方感觉到你是站在他这边的，你理解他的难处，你不是在否定他。比如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，这件事确实不好处理。第2层馅料是你的真实想法，在铺垫之后，把你不能帮的原因讲清楚，不要指责，不要批评，只是陈述事实。比如说，但是这件事如果一直由我来帮你，你可能永远都学不会自己处理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一直依赖我。第3层面包是支持和鼓励，让对方知道你不帮，不是因为你不爱他，而是因为你相信他。比如说，我知道你有能力自己解决这个问题，如果你需要我，我可以在旁边给你建议，但是这个坎儿你得自己跨过去。这样讲完之后，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你的用意，即使一开始会有些失落，但时间长了他们会感激你的。
另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，我必须提醒你，就是血浓于水这句话的陷阱。很多人把血浓于水当成一个无敌的盾牌，拿它来绑架家人。你是我的父母，你必须帮我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欠我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但是你仔细想想，这种逻辑是不是很奇怪？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所以你就必须无条件的帮我，哪怕我做的事情是错的，哪怕帮我会害了你，这不是爱，这是道德绑架。真正的家人之间应该是希望对方好，希望对方成长，希望对方能够独立面对人生。如果你打着血浓于水的旗号去伤害你的家人，那你不是在爱他，你是在利用他。同样地，如果有人用这个理由来要求你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也要学会拒绝。拒绝不代表不爱，有时候拒绝恰恰是最深的爱。最后我还要提醒你一点，不要把不帮忙变成一种借口，让自己变得冷漠无情。智慧讲的是智慧的慈悲，不是没有慈悲。该帮的忙还是要帮，需要陪伴的时候还是要陪伴，能够指点的地方还是要指点，只是不要越俎代庖，不要包办一切，不要把属于别人的人生课题抢过来替他做。这其中的分寸需要你在生活中慢慢体会，慢慢修炼。说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，我想用一段话来总结今天的内容。世上最难的事情不是做好人，而是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。善良是一种本能，但是智慧是一种修行。没有智慧的善良往往会好心办坏事，而有了智慧的善良才能真正利益到别人。学者为什么不直接把所有众生都渡到彼岸？不是因为他做不到，而是因为他太清楚，真正的解脱只能是自己悟出来的。别人塞给你的答案永远不是你的答案，别人替你走的路永远不是你的路。你我皆是，这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尘沙都有自己的因果要了，都有自己的课题要学。你爱的人，你想保护的人，他们也一样，他们的人生只有他们自己能活。你能做的是陪着他们，支持他们，相信他们，但是不要替他们活。下次当你的至亲在向你开口请求你帮一个忙的时候，请你先停下来问自己那3个问题，想清楚之后再做决定。有时候一句不比1000句好，更需要勇气，也更是真正的爱。今天的内容如果触动了你，请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需要听到它的人。也许你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改变一个家庭的走向。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帮了不应该帮的忙，或者因为不敢拒绝而陷入困境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故事。你的故事也许能帮到正在经历同样困扰的人。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回到你做出那个决定的那一刻，你会怎么选？是继续伸出手，还是学会放开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答案在你自己心里。感谢你耐心听完。如果你希望今后不再错过这样有深度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